你知道在越南当地也有杀年猪的习俗吗？精心的从农庄中挑选出2头，特意前来购买的外乡村民也很是满意。久违的晴天，全新野猪饲养的基地也得到了快速的推进。新一天的来临，熊哥正在抓紧的编织用于装运的竹笼。今天的自己又再次的接收到了订单，并且顾客一次性就订购了2头。精细的编织早已耳熟于心的技术，仅用了2个小时就已全部的编织完成。现在已是临近越南的传统春节，很多的商人也从自己老顾客的口中得知了自己农庄中野猪的品质，鲜味时尚猪群，这也是他们临行前的最后一顿。因为熊哥知道这2头野猪是用于顾客宰杀年猪的，所以尽量的让小家伙吃饱，也算是对得起他们来到这世上走一遭了。没有其他人的打扰，熊哥捕捉得很快。这2只野猪的体型相当，毕竟都是同一窝长大的小猪仔。缓慢地走上山坡，它们的体重应该都在30公斤左右。牢固的捆扎将其固定于摩托车的2侧，能够尽量的维持住平衡。而这2个小家伙的出手，也再次的丰富了自己的资金储存。毕竟全新猪舍的打造还是需要不少资金的支持的，松软的泥土并不好行走，熊哥还是要尽量的小心。跌跌撞撞的1个多小时，终于是到了相约交易的地点。将野猪卸下，空间刚好的竹笼让2个小家伙非常的安静。购买的顾客出现了，他是来自外乡的村民。今天的他们来到这里采购过年的商品，所以也想顺道的购买上2头野猪回去，增加一下过年的气氛。由于需要托运上较远的距离，为了避免路程中的屎尿横流，他们选择了用编织袋，再从外围再套上一层。经过称重，第1头野猪大约32公斤，而第2头则刚好是30公斤。熊哥并没有因为节日的到来而特意的涨价，他依然会以620万越南盾的总价格来进行了最后的成交，帮忙搬运到车上。为了不影响存放在里面的蔬菜水果，熊哥也是提议了要在野猪的下方用厚纸板铺垫。这里是小型的水果采购中心，多数的品种都是收购的像熊哥一样在山上建立农庄和果园的人。老板终于是结账了，一共620万。不过他卖给外乡人是赚取了多少，熊哥就不得而知了。虽然是明目张胆的赚取差价，但是对于基层的农户来说，这已是最大的便利。随着新一天的来临，久违的好天气终于是到了。新农庄的改造已经被严重的拖慢，熊哥也是赶紧的放下了手头所有的事情来追赶工期，依然还是固定的泥沙配比。今天的目标是尽可能的在已经搭建好的基础上，尽量的将墙壁垒高。原有的老养殖区已经破烂不堪，熊哥很想赶紧的将这里完工，并将野猪群搬迁。至此天空再次的阴沉，只希望今天的小雨能够不再降下吧。近1个小时的准备，泥沙的搅拌已经完成。依据原有的路线，趁着地面干燥，熊哥要用最快的速度来将未完成的最下一层固定好。只要造型确定，上层的砖块垒建相对来说就要轻松上许多，自己只需根据用绳子牵拉出的水平线一层层的添加即可。当然很多老铁都会觉得只有这单层砖的围墙无法承受得住猪群，但是熊哥自己的房子都是如此打造出来的，所以想要给猪圈增加预算其实也不太可能，并且自己的房屋至今都未出现过任何问题，所以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说，这样已足够给猪群提供出安全的环境。整整1天的时间，熊哥已将最大的这间猪舍垒建起了一定的高度。然而这样的进度却并不算快，毕竟只有独自的1人，看来自己也是该考虑一下要不要请人帮忙了。黄昏已经彻底的笼罩了山林，鸡群也都找到了可以安全度过黑夜的地方。随着第3日清晨的来临，虽然森林的大雾到现在都依然没有散去，但是熊哥却已早早的开启了这1天的工作，继续的追赶工期。只要雨没有降下，那依据现在的温度来说，水泥就依然可以较快的凝固。挖上大大的一勺，每个砖块之间的用料和墙都是尽可能的充足，这是整个养殖区能够牢固长久的关键。又是接近1整天的垒建，4个猪圈的围墙已经初见了规模，并近乎于成型。然而最终搭建好的完整猪圈又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感觉？它又是否会配备一些现代化的养殖设备？山林之中的共同打造，榫卯工艺的完美运用，然而采集了如此之多的鲜嫩叶片，又究竟是要做什么呢？新一天的来临，熊哥的农庄经过了30天断断续续的阴雨，终于是迎来了晴天。照常的喂食上农庄中的牲畜，今天的自己要继续去帮助上次那位身患残疾的友人。很多当地的村民已经到了，他们都是无偿的提供帮助，希望能够在越南春节来临之前将这个残疾友人的新房搭建出来。熊哥带上必要的工具也已赶到，而施工的现场却是早就已经忙碌了起来。用于坚固支撑的深坑放上水泥以及碎石，能够从根本上防止整个房屋的塌陷。用力的敲击下石块，这块山石所产下的碎片就已足够，需要4人才能抬起的石柱。这是残疾的友人以较低的价格所购买的2手商品，它依然坚固，并且仍然可以永久性的使用。将其立于挖掘好的地基之中，用水泥的完全覆盖，即使以后突遭到史无前例的大风，也依然可以屹立不动。将其作为新房屋的承重，
是目前残疾友人最具性价比的选择了。山下的村民很是淳朴，他们在接到邀请后，全都放下了手中的农活，特意的赶到山上，工作的仔细。他们就像是在搭建自己的房子一样上心。不过好在人多力量大，一共6根重达300-500斤的石柱，终于是全部的固定完毕。而等到最为繁重的工作完成，这些当地的村民才纷纷的撤离，他们还有自己的工作需要完成。余下的工作，熊哥连同另外2位村民就即可较为轻松的完工了。攀爬上已经稳固的支柱，精妙的榫卯设计，可以让最为中间的主梁完美的契合。残疾的友人并不能负重，但是力所能及的就是在树干上开凿出适合的缺口。熊哥也是挑了个简单轻松的活，不同工具的熟练运用，让这榫卯的造型几乎做到了专业，并且当其被镶嵌进石柱的凹槽之中时，也已做到了恰好的气口。近2个小时的持续，所有的大梁以及屋顶的木质框架就已全部的完成。别看仅仅只是几根木桩和石柱的粗糙组合，但是整体的牢固性却可能已经超过了熊哥的砖块设计。继续的铺设上屋顶，这些依然是以低价所购买来的二手货，波形的石棉瓦，他们是当地的村民翻新房屋时所留下的，几乎就是半卖半送的价格。不过虽然老旧，但是它防雨防风的性能却依然完好。即使有的瓦块已经出现了部分的损坏，但是对于拥有着完美契合的凹槽来说，却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房屋的主体终于是搭建完成，残疾的友人也是特意的准备好了丰盛的一餐，一锅特色的焖煮鸡肉，将所有的东西全都放置在芭蕉叶上，简简单单的一顿便餐，也算是他对于熊哥等人的感谢。当然还有他自制酿造的白酒，大家都是穷苦的劳动人民，只是他的生活可能要更加的艰辛一些。随着新一天的来临，熊哥的农庄也正式的迎来了春季。虽然今天的天气还算是晴朗，但是熊哥却并不能继续的改造自己的农庄。越南的传统春节就要到了，再重要的事情也都没有尊重习俗重要。一点点的前往丛林的深处，熊哥要找寻到潮湿的小型溪流附近，那里有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种植物在越南的当地被称为拉冻，它只会生长于水分较多且潮湿的地方。细嫩且硕大的叶片是制作少数民族糕点的必备，十分柔软的特性也是决定了它可以作为外层的包裹之物。熊哥要利用这一天的时间来制作出传统的长条形肉粽，一点点的卷起，这样在便利于携带的同时，也不会造成损坏。小黑总是跟随在自己的身后形影不离，他喜欢这样的环境，持续的采摘。这一片的资源丰富，有的甚至已经长到了和芭蕉叶一样的大小，几百张的叶片已经足够。这些会让自己拥有食物储存的同时，还能给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送回去一些。虽然不能共度佳节，但是喜悦的心情却依然可以共享。临行之前，再劈砍上一颗刚从竹笋成长为的毛竹，细嫩的肉质以及富含的清香，可以作为捆扎所用的线，细致的分解。这长长的一捆已几乎足够。再次的回到农庄，将糯米先用鲜甜的山泉水进行冲洗和浸泡，接着再将采集而来的冻叶一片片的仔细清洗，切割上分量足够的肉片，捣出好用于去腥增香的调味料，充分的搅拌，2种不同的馅料就已全部的准备完成了。而为了让口感更佳，熊哥还特意的在糯米中拌入了一点糖。制作正式的开始，在3片为一组的冻叶上放入1勺糯米，接着再将肉片包裹其中，来上点富含甜味的黄色果粒，最后再用糯米彻底的覆盖，依据形状来将冻叶的4边包裹好。只需取上1根细小的竹片，一个类似于中国粽子的越南传统糕点就已制作完成。持续近2个小时的劳作，所有的材料都已用完，这20多个的糕点也成为了熊哥在山林中度过春节的唯一食物。统一的摆放在大锅之中，山泉水的沸腾会在1个小时以后带来伴随着清香的美味。不过你知道在我国有哪些地方也是有和熊哥制作一样的糕点吗？农庄迎来野猪销售的旺季，唯一的一头黑底白花的大家伙也被客户选定，完全散养于山林之中的鸡群。在新春来临之前，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要被端上餐桌的命运。新一天的来临，熊哥新养殖基地的推进仍然需要继续的延后，照例喂食上鸡群。今天的自己又接受到了2个客户的预定，他们全都要购买上1头自己喂养的野猪。弟弟已经赶到，这1头野猪是他为客户介绍并负责购买。熊哥很是开心，近段时间能多次的看见弟弟，这也说明他的生活一切都好。已经吃饱了的鸡群都在果树之上休息，不需要过多的寒暄。熊哥带着弟弟直接就可以进行野猪的捕捉，喂食上猪群，这样方便于观察和筛选符合客户要求的那1头，同时也可以放松他们的警惕。黑底白花的大家伙已经在农庄中待了1年的时间了，它的体型和重量刚好符合客户的需求，它会被当作难得的美味被端上餐桌。10几分钟的周旋，这个家伙并不难抓，而弟弟带过来的铁笼大小也是刚好，只不过想要将其抬到坡上去还需要费上一些力气。他的体重快要接近200斤了，趁着弟弟还在，
熊哥还想再将第2头被订购的野猪也一起抓住，只可惜他的身法灵动，熊哥也是因此被摔了一跤。看来还是等自己回来后再想办法慢慢抓捕吧。先将弟弟的这一单送走，熊哥害怕山雨再次来临，这样会给弟弟下山带来困难。兄弟2人的合力，尤其是还需要再上一个陡坡。等到抬到摩托车前，熊哥也是累得大口的喘着粗气，稍微的休息。看着被自己喂养到这么胖的小家伙，生命即将就要迎来终结，熊哥的内心貌似又有了些许的不舍，牢牢的捆扎。想要顺利的上托，熊哥还需要从后边进行一下助力。弟弟所结的货款会在以后见面的时候再给到自己。黄昏已经笼罩了农庄，剩下1头野猪的抓捕，看来只能是等到明天了。随着第2日清晨的来临，利用早晨给猪群喂食的间隙，熊哥已将小野猪抓获，用袋子将其套住，这样在运输的过程中即可防止其受到惊吓而乱动。现在农庄中同龄的野猪已经快要不够卖了，熊哥也将会在以后进一步的扩大猪群的养殖规模。1个多小时的山路，熊哥已来到了山脚下的村庄。借用一下农户的秤，接近25公斤的体重，他又将会给自己带来280万左右的收入。然而购买的客户由于居住的较远，所以熊哥一直等到了天黑，才最终达成了交易。随着第3日清晨的来临，早晨的雾气依然很大，照常的喂食上猪群。连续的阴雨已经让野猪养殖区破烂不堪，最后出生的这一窝野猪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外出的时候。虽然它们的体型已经长大了不少，但是对于周边的环境却还依然保持着极高的警惕。这些小家伙不敢离开妈妈或者族群太远，稍微的有点风吹草动就会立刻的躲藏在一起。猪群已经喂完，这样的天气仍然不适合继续的建造全新的养殖基地。采摘上一些佛手瓜，这是熊哥1年多以前就种植下的秧苗，今年到了正式结果的时候了。它们的繁殖能力极强，很多都已攀爬上了旁边的果树。传统春节的期间，绝大部分的商品都很好销售，所以今天余下的时间，熊哥会继续的售卖自己农庄的山货。鸡群正值产蛋期，现在的它们不但肉质肥美，就是买回去直接的饲养，也能在短时间内收获到鸡蛋。直接的用铁矿框住几只，只有能摸出肚子里还在产蛋的母鸡，熊哥才会将其装入到运输所用的笼子之中。一方面说明它已完全的长大，另一方面这也是自己抬高售卖价格的资本。捕捉上个5、6只，他们会和佛手瓜一起被带到山下，以供当地村民的选购。鸡群的数量依然还有很多，这一切都还需要归功于熊嫂。正式的出发，尽量的多携带上点山货，虽然芭蕉并不值钱，但是也至少足够今天来回的油费。现在上下山的山路已比熊哥刚来的时候好上很多，毕竟挖掘机的多次到来已几乎将所有的崎岖铲平，不过松软的泥土却也仍然需要注意。然而熊哥才刚到山脚，貌似就迎来了今天的顾客。这里是村子的入口，一位年老的村花将熊哥喊下，他看上了自己喂食的鸡。紧接着一位老者也凑到了跟前，他也想要购买上2只，而笼中剩下的这些则是被老村花全都包下了。他们买回去并不是为了宰杀，将其放入到自己家的果园之中，将会是2全其美的选择。6只鸡鹤强一共拿到了55万的越南盾，你觉得这样的价格如何呢？山林中打造饲养野猪的基地，即使运送材料的过程艰辛无比，然而看着现代化的最终落成，农庄的牲畜养殖事业也即将要迎来更大的发展。新一天的来临，在经过了1个半月漫长雨季的清洗后，熊哥终于是将风和日丽的春季迎临，骑上摩托，自己要去到城镇上购买养猪基地后续搭建所需的材料。全新的水泥桩，充足的储蓄储备，让熊哥有足够的资本来购买全新的物料。这一切都归功于过年期间自己农庄中上好农产品的销售，几十根的数量已经足够，它们将会被作为支撑起棚顶的立柱。被雨水浸湿后的山路依然泥泞，这让每一次材料的运输都充满了困难。将石块垫在车轮所经过的地方，这样至少可以帮助司机师傅的爬坡。最强马力的单缸柴油机再次出征，然而即使如此，在这样狭小的山路以及潮湿的土层上行驶，也不得不借用外力。前方自带的钢丝牵引绳会在熊哥和司机师傅的双重辅助下，彻底的征服山路，左右的持续摇晃。即使每一次在运送物料时，熊哥都要耗费大量的体力，不过自己却并未因此而退缩。毕竟打造出一个现代化的养殖基地，一直都是自己的梦想。水泥柱终于是成功的到达，司机师傅会和熊哥一起将其卸下，不过这要单独的进行收费。而这些坚固的水泥柱的到来，也即将会让养殖基地的打造迈入全新的阶段。材料的运输已经完工，回去的道路不再需要任何的辅助。仔细的测量，熊哥要事先的规划出猪圈前厅的位置，这一大片的地方将会被用为猪群放风以及进食绿色植物或者粗质纤维的地方，间隔上相同的距离，掏挖出深坑，接着再将水泥柱也埋入其中，保持好绝对的直立。有了他们的加入，即使在这荒野中有再多的白蚁作祟，熊哥也都无需再为此而担忧了。横设的围墙还需继续的向上垒建，长
长久的等待已经让堆砌好的围墙彻底干燥，持续的敲击在已经搭建好了的基础上进行，砖块的累积会让整体的速度提升许多。近2个小时的时间，最大的这间猪舍就已几乎快要被完工。当然，围墙的高度不需要太高，只需抵达到自己腰部以上的位置，就即可保证可能会存在的越狱不会发生。随着新一天的来临，小黑正在观察着农庄中的牲畜，一只正值产蛋期的母鸡也正在训练自己的平衡能力。切割上木瓜，在彻底的投入到今天的工作之前，野猪群的喂食也不能被落下。如今的野猪群虽然数量依然很多，但是成年的占比却比之前要少上了许多。除了几头产崽量多的雌性野猪，其他的已经快要被熊哥卖完了。现在依然还是有接近50头的庞大数量。全新猪舍的打造依然需要继续，现在也只是剩下最后的几步，就能将其彻底的完成了。随着所有的围墙拔地而起，剩下的就是尽快的收尾了。在水泥立柱的中间用砖块相连，不需要太高，只需一个底座即可。而对于上方所留下的空缺，熊哥自己的心里早就已经做好了打算。毕竟山林属于热带雨林的天气，几十上百头的野猪被圈养在一起，对于通风换气则有着更加的需求，所以上层会在以后用铁丝网包围。如此不但会解决空气的流通，并且还有利于随时的观察到猪群的情况。又是一整天的忙碌，所有的框架都已大致的完成，而养殖场的全景也已经是有了初步的雏形。随着第3日清晨的来临，用于搭建棚顶的材料已经送到，完全的彩钢波纹瓦，还有一些用于组建起框架的钢管，精细的测量，完整的切割。虽然它的造价要远高于水泥方柱，但是用它所搭建起来的用于制作屋顶的框架，确实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拆卸。当然，用于埋藏的地点也需要很好的测量，毕竟如此大面积的棚顶，如果没有很好的分担，很可能会在以后迎来折损。在测量好的地方继续的挖出深坑，为了让其能够更好的承重，熊哥也是特意的在其中铺垫上砖块。水平仪的精准确定，水泥灰的完整固定，每一根柱子都必须要保证完全的直立并十足的坚固。随着第4日清晨的来临，全新猪舍的棚顶已然完工，足够的高度，宽敞的空间，既扛得住狂风暴雨，也能保证圈舍内的空气流通。然而，想要打造出现代化的养殖基地，用于保持干净的水泥地坪却也是必不可缺。只要是实现了地坪的全覆盖，那以后的清洁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彻底的解决了。地面的找平，这在可以节省一些材料的同时，也能防止粪便以及其他杂物的累积。大雾再次笼罩了整片山林，为了尽快的加速进程，熊哥也是寻求了弟弟的帮助。毕竟如此之大的面积，全都要打造上地坪，还是需要太长的时间。又一位朋友过来帮忙啊，他们都不需要自己的工钱，而3个人的协作分工，将会在1天的时间里将地坪的铺设彻底的完成。他们负责水泥的搅拌，熊哥则是直接的进行了地坪的推进。其实这项工作并不难，只是不停的搅拌水泥，并保证充足的供应会耗费大量的时间。毕竟用于养殖猪群的地面不需要打磨的十分精致，只需保证其完全的坚固，就即可满足需求。工作的推进很是顺利，3人的有说有笑，也并不会感觉到太过于劳累。近5个多小时的连续工作，全新的养殖基地就已大致的成型。然而在如此的环境中，拥有了如此规模的牲畜养殖区，熊哥的野猪养殖又究竟可以发展到何种程度呢？打造供野猪通往果园的通道，新的养殖基地也用铁丝网进行了全面的围挡，野猪群的举家迁徙，它们将会在彻底进行改善的环境中休养生息。新一天的来临，熊哥已从城镇归来，猪舍的地坪还余下一些收尾的工作，购买上2袋水泥，就即可将其彻底的完工。搬运上细沙，虽然中间仅间隔了1米不到的距离，但是熊哥却依然选择使用上了小推车。那么你又是否明白这其中的原因呢？门口的最后一块已经堵齐，依然是要用砖块垒建出围墙，否则这里就很有可能会成为越狱的突破口。还剩余下一些水泥，特意预留出的排污渠也要进行处理，否则要不了多久，这里就将会被野猪群的粪便所堵住。稍微的将其铲除平整，猪圈的后方也都预留了可以进行整体冲洗排出的缺口，将水泥浆覆盖上一层，让粪便直接的排放到农庄的果园之中，不会造成任何的浪费。它们会让果树得到前所未有的生长。当然，这一步步打造而出的猪舍也将会脱离开老式的石槽。熊哥选择了在放养区的边角处，用砖块垒建出3个可供所有猪群进食的地方，并且为了便利于冲洗，自己还特意的在拐角处预埋了一个小的出水口，泥浆从内部的整体性包裹，坚固的同时，也能保证猪食不会造成任何一点的浪费，并且这样也是一次性的解决了
猪圈内部的干净与整洁。毕竟居住区和就餐区的彻底分开，会在以后避免很多问题的发生。又是近2个多小时的持续，3处的固定式猪食槽就已彻底的完工。当然，为了后续的幼崽的诞生，能够拥有相对安静且舒适的环境，熊哥还要给猪舍安装上可以圈养的大门，用1根钢管作为模型，前后2边再分别的用水泥凝固，最后只需将其抽出一个可以方便于滴了式的门框就已完成。无论是选择将野猪关进笼舍，又或者是单独的饲养，都将会享受到十足的方便。至此，全新的养殖区的内部构造就已全部的完工，距离野猪的整体搬迁只剩下最后一步。熊哥来到老房子前，他要将这些铁丝网全部的拆除，并重新的安装到新的围墙之上。虽然已经使用了1年多的时间了，但是它们看上去依然很新，并且没有任何的损坏。野猪群都在驻足观看，他们还并不知道自己的种族将会迎来全新的开始。将铁丝网搬运到新的基地前，后续的安装将会比以前要省事上许多。直接的固定在水泥柱的铁钉上，并且底部的砖缝中，熊哥也在打造的时候预设上一些，只需将铁丝网卡住，一个拥有足够视野与透气的围栏就已制作完成。随着新一天的来临，经过了1夜等待的猪群已经饥渴难耐，照例性的喂食。由于自己将所有的精力全都投入到了全新养殖基地的改造中，所以这里的悉尼自己并没有进行处理。已经成长了快3个月之久的小野猪，相比于之前要大上了不少。它们也已完全的适应了猪群以及平常的喂食，再次的捕捉上一头。这是早晨客户预定要购买的野猪，它距离自己的农庄并不算太远，所以熊哥也只是用了简便的口袋进行了装运，充足的空间并没有太大的限制。小家伙显得有些恐慌，在边角的位置割开一个缺口，这样可以保证小家伙的呼吸顺畅。直接的放置在摩托车的前方，只需前往到山脚下，不需要太麻烦的捆扎。已到达了目的地，购买的客户也已等待了一会，他们穿着相同的工服，应该是在城镇中的工厂里工作。这是他们第一次购买野猪，在认可了质量的同时，也感觉到相当的稀奇。毕竟在城镇中可没有进行野猪的自行繁殖和饲养的。交易已经达成，熊哥还需要利用剩下的时间，将全新的养殖基地打造完工，修整出一条通道和入口相连，这样可以便利于以后猪群去到果园中玩耍。标记出大致的距离，较为陡峭的坡度也需要进行彻底的整理。造型已经确定，然而想要进行进一步的铺设，却还需要将松软的泥土重新的夯实。随着木棍一次次的砸下，平整的路面也已变得清晰。在2侧的对应处掏挖出深坑，熊哥还要在2侧构建起和围墙一样的铁丝网，自己要打造出属于野猪群的专属通道，将水泥柱一根根的立起，紧密的夯实。随着水泥铺设的完工，一条可以连通猪舍与果园之间的御用通道就已彻底的完工。小编不得不佩服熊哥的奇思妙想，如此的野猪养殖，应该可以算得上绝对的第一人了吧？随着第3日清晨的来临，野猪群的迁徙也即将要迎来正式的开始。提上一桶猪群平时喜欢吃的食物，如此便可以在不用驱赶的情况下，让它们主动的跟随上自己。将缺口打开，猪群已经围在了身后等待着喂食。这是很多野猪的第一次外出，有些还稍微的感觉到了不知所措。不过向往自然与自由的感觉，却还是驱使着野猪群离开了这片老旧的家园。它们向着果园奔跑，在享受着自由的同时，也在时刻的观察着熊哥的方向。毕竟他的手里可是有食物，可以喂饱自己。走上专用的野猪通道，猪群对这里的环境还很是陌生，有些野猪干脆就放弃了进食的冲动，而停留在斜坡上。烙印在骨子里的基因告诉他们，要确保周边环境的安全。直接的将玉米撒在地坪上，只知道埋头干饭的野猪已经进入到了新家之中，而其他的家伙却是利用了这个时间来对周边进行了探索。无奈的熊哥也只能是对他们进行了驱赶，终于是全部的进来了，赶紧的将门堵住。干净的环境宽敞且明亮，不过他们却还是要好好的探索一番。每一个猪舍的每一个角落，已经身为妈妈的雌性野猪正在用气味分辨这里的一切。充足的喂食，食物会帮助猪群记住这里，并逐渐的适应。经过了1个多月的持续搭建，全新的野猪养殖基地终于是成功的投入了使用。他们将会在这里更好的休养生息，而熊哥的农庄也正式的踏入了规模且规范的牲畜养殖新阶段。如此的农庄，如此的生活，如此的我们，还是那么的如此向往啊。